就目前来说，新冠肺炎的传播方式主要有3种：飞沫传播、接触传播，还有一种气溶胶传播。那什么是气溶胶传播呢？就是说患者的飞沫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，被吸入后就会被感染。它和飞沫传播是不同的，它容易存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。那么针对气溶胶传播，专家提醒大家要注意以下3点。第一，注意室内通风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，都要经常的开窗通风，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。第二，勤洗手，不管我们做什么防护，洗手是必要的。勤洗手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被感染的几率。第三，口罩一定得戴。在知道气溶胶传播方式之后，戴口罩那就是必须的了。口罩呢可以过滤颗粒直径较大的气溶胶，对预防病毒有帮助。长期吃黑枸杞有什么好处？2类人最好不要碰，对健康不利。好处1，可以美容养颜。黑枸杞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和维生素，经常吃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好处2，可以预防脱发。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脱发的情况，这时不妨吃一些黑枸杞。黑枸杞能够促进头发生长和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防脱生发的效果。好处3，可以改善睡眠。经常失眠、睡眠质量不好的人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吃几粒黑枸杞，有养心安神的功效，可以帮助改善睡眠。所以经常吃黑枸杞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对于黑枸杞，大家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直接嚼着吃，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0克。那有2类人是不宜吃黑枸杞的。第一种，脾胃虚弱的人。如果脾胃虚弱的人吃黑枸杞，很容易出现拉肚子、消化不良等情况，所以建议这类人最好不要吃。第二种，血糖高的人，因为黑枸杞中含有一定的糖分，所以建议血糖高的人不要短时间内大量的吃黑枸杞。红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瓜，很多人喜欢吃，烤着吃、蒸着吃都很好吃。而且红薯含有很多的营养，经常吃可能会收获3个好处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，减肥预防便秘。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它的热量和脂肪都很低，经常吃可以预防便秘，而且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。好处2，增强免疫力。红薯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还有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好处3，保护心血管。红薯中含有的钾元素、叶酸以及维生素都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红薯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。下面的这2种人建议就不要吃了。第一个，有胃溃疡的人，因为红薯中含有一种氧化酶，会在人的肠道里产生2氧化碳，吃多了会出现腹胀、打嗝的情况，所以胃溃疡的人不宜食用。第二个，空腹的人，如果空腹吃红薯，很容易产生大量的胃酸，刺激胃黏膜，对肠胃健康不利，所以建议空腹时也不要吃红薯。要保养身体，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用枸杞泡水喝了。其实除了枸杞，黄芪呢也是很不错的。黄芪有很多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，能帮助补气养血，还能增强免疫力。不过黄芪单独作战，还不如和别的食材搭配一起用，这样效果会翻倍哦。黄芪可以和玉米须搭配。玉米须往往被人们忽略，其实玉米须有很好的利尿消肿、疏肝利胆的作用。如果将黄芪和玉米须一起煮水喝，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去除湿气的作用。冬天了，是进补的好时机，那大家不妨试试这个甲状腺结节偏爱3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第一，爱生气的人。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，日常生活中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，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
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2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有帮助。甲状腺结节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大多和饮食、情绪等有关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不妨常吃3种3节食物吧。第一种，芋头。芋头很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那经常吃不仅可以预防便秘，还有化瘀散结的作用，对甲状腺健康有利。第二种，黄瓜。黄瓜是生活中常吃的，黄瓜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维生素和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。那经常吃一些黄瓜，也能够帮助改善甲状腺结节。第三种，冬瓜。冬瓜含有很多水分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那冬天很适合吃冬瓜，多吃些冬瓜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。酸痛脖子僵，每天2个动作，打通淤堵，拯救僵硬的颈肩。动作1，自然的站立，将2手手臂弯曲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注意手肘要与肩膀平行，手背朝上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将2手手臂向外展开，肩膀尽量的分开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的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2侧下垂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2手手臂由上向后的画圈，画圈幅度可以先小后大，这样反复做50次就行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可以每天交替着做，因为肩颈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路口，所以经常练这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打通淤堵的地方。每天坚持，颈椎、肩膀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刚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不适应，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坚持做，就能够看到效果哦。很多人由于工作性质或者是不良的习惯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，那经常会出现肩膀酸胀、脖子僵硬的情况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情况，让肩颈更健康。当出现颈肩不适时，大家可以站起来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手臂在左右2侧旋转，这样旋转360度，旋转2圈之后，再将2手握住，然后向后拉伸，这样拉伸10秒，再重复做6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淤堵，促进肩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膀酸痛、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那经常坐着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肩颈痛、身体僵硬的情况，这是因为长期久坐使得身体血液循环变差，所以大家不妨常做一做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对身体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哦。经常对着电脑低头玩手机的人，是不是出现过肩膀疼痛的情况呢？有时疼的影响工作和睡眠，如果这样放着不管，时间长了很可能会发展成肩周炎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疼痛，预防肩周炎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握拳，手臂向身体2侧伸直，然后双手一起向前，让双手相互的对击，再返回，这样反复对击100下。如果做不到100下，可以循序渐进的做，慢慢的增加次数。那这个动作可以疏通经络，畅通肩部气血，还能够锻炼肩膀，能帮助缓解肩膀疼痛，预防肩周炎。经常久坐不动的人可以多做一做，对身体有好处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减肥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。可是有几个人能坚持住呢？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，不妨在睡前抽出一点时间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燃脂效果非常好。做的时候在地上铺个垫子，俯卧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前臂和脚趾支撑身体，最好让颈部和后背在一条直线上，臀部尽量向上抬起，这样让身体成一个倒 V 字，双手手臂分开，和肩膀同宽，头部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坚持一会儿。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下再做。每天睡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感觉颈部、肩膀还有大腿后侧有拉伸感。
这个动作对手臂、腹部、背部以及腿部都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减肥不是1天2天就能瘦下来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一般只要坚持下去的人都会瘦哦，不过还要保持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减肥才能事半功倍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